出月子中心的那天，关木生来接我，一手提着我最喜欢的栗子蛋糕，一手递过来一纸离婚协议。他的脸上写满了理所当然、愧疚、不好意思，那玩意儿估计他没装过。青青要从国外回来了，所以……哦，合着我是过渡产品，现在主打款要上架了。我瞄了一眼离婚协议，公司归男方，其他所有财产归我和孩子。很好，正合我意，但我还是微微蹙眉，假装不悦。木生，公司可是我们这几年拼了命打下来的，你就这么急着把我踢出局？关木生不耐烦地递来笔，你也知道，当初成立公司就是为了青青的梦想，所以公司给我，其他的随你拿。我生怕他反悔，刷刷刷地签上了大明杀。关木生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这么爽快，嘴角抽了抽。4年感情，你就一点不舍？我抱紧怀里的孩子，笑得一脸风轻云淡，祝你和赵小姐天长地久。出了月子中心，他迫不及待载我去了民政局，速度快得像要冲向新世界的怀抱。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快乐。哦嚯，男人啊，真是本色出演。他低头看我，一会儿我要回家收拾东西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温柔微笑。他盯着我看了2秒，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我侧头笑盈盈地望着他。我以为你会嚎啕大哭，会跪地求你别走，还是抱着孩子苦苦哀求。我啧了一声，目光里满是温柔又疏离的怜悯。快回去收拾吧，赵小姐的飞机今晚到吧，别耽误接驾。回到家，孩子已经在月儿嫂的安抚下睡得香甜。关木生站在婴儿床前，神色复杂。给孩子取名字了吗？我好笑地看着他，一副要演好爸爸的样子，明明心已经飞去了机场，身体还在这里假惺惺。周一，我淡淡地说，一心一意的意。他皱眉，周一，这是关家的孩子。我笑眯眯，关家，离婚协议写得明明白白，孩子归我。顿了顿，我又慢条斯理补充，不过你始终是他爸，以后孩子长大了，你要是想见我肯定不会拦着。他终于露出了一丝愧疚，谢谢你，周轩，孩子的抚养费我会按时打给你。不用了，我果断拒绝，我自己养得起，你还是先去享受你的幸福吧。关木生低头看了眼手机，好，那再见。再见。我朝他挥挥手，目送他离开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。紧接着，我火速把3套房子挂到网上，总价比市场价低5%，很快买家找上门。我用2套房的钱全款买了1套学区房，剩下的存银行吃利息，再留点现金流，以便东山再起。正当我悠闲地泡着枸杞茶时，手机忽然响了，陌生号码。是周轩吗？我是赵青青。我挑眉，赵青青，这位新晋正宫怎么找上我了？是我，有事。他的声音透着急切。木生，他出车祸了，我跟他的血型不匹配，你能不能来给他输血？我愣了几秒，然后差点笑出声。不是，离婚半年了，领证的速度比外卖还快，这会儿想起我来了。抱歉啊，赵小姐，我跟关木生早就没关系了，你找错人了。电话那头的赵青青声音发颤，嘤道，可是我刚回国，根本不认识别人，我只认识你啊，求你了，救救他吧。刚回国只认识我，这脸皮厚的我都替他感动。赵小姐，可能你不太了解我们国家的医疗条件。我缓缓道，关木生又不是稀有血型，血库里的血多的是，你应该去找医生，而不是找我。说完，我干脆利落的挂断。想当年，我和关木生是相亲认识的，那时的我26岁，被家里催着结婚，而关木生是所有相亲对象里条件最好的，温文尔雅，身材挺拔，名校硕士，绅士的一塌糊涂。我问他，这是你的第几段恋爱？他脸微微一红，低头笑笑，实不相瞒，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。第一次。他看我一脸震惊，认真点头，有那么难以置信。然后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。他确实没骗我，他只是没告诉我，在他心里一直住着一个白月光。结婚后，我们一起创办了一家影视公司，白手起家。注册公司时，我问他取个什么名字好，他几乎脱口而出轻易传媒。我当时没多想，直到3年后的一天，那天他喝得烂醉，被司机架进门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醉成这样，嘴里一直呢喃着青青青青，我好想你。青青，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，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只是没想到所谓的最坏竟然是这么狗血的剧情。整整1夜，关木生反反复复的吐，我就在他旁边守了一整晚，活脱脱一个人形护工。第2天一早，他迷迷糊糊的睁开眼，看见趴在床边的我，伸手揉了揉我的脸，声音透着心疼，辛苦你了，老婆。我揉了揉被压麻的手臂，笑得云淡风轻。昨晚你吐的可真带劲儿，还一个劲儿喊青青的名字。青青，谁啊？关木生瞬间清醒，弹坐起来。许久，他才缓缓开口，我跟青青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哦，我轻轻挑眉，那是哪种关系？他点了根烟，眉头紧锁。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几年前出国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之前什么都没有。呵，纯友谊，太熟悉的台词了。我眼神冷淡地看着这个和我同床共枕3年多的男人，突然觉得陌生的可怕。我笑了笑，声音不疾不徐，
所以你这几年每年都要去英国出差，都是去见他。关木深低头沉默，仿佛空气都凝固了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们就成了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。但命运还真会开玩笑，2个月后的一次例行体检，我竟然怀孕了。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犹豫过，想过给他一个机会，毕竟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。孩子4、5个月的时候，我拿着产检单找到他，关木深看到单子，眼里满是惊喜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在意吗？我淡淡问道。当然在意。他兴奋地抱起我，在原地转了个圈。你跟孩子都是我最重要的人。我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里忍不住嘲笑。他或许不是一个好老公，但说不定能当个合格的爸爸。然而抱有多大希望就有多大失望。他大手一挥，给我安排了最好的私立医院。可到了临产前，他却总是工作太忙，每次都说你不在，公司全靠我撑着，等我空了就来看你。生产那天，我险些难产，在产房里挣扎了10几个小时，而关木深压根没出现。我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身旁的关木深助理挤出一个笑容：姐，恭喜你，真不容易啊。我有气无力地回道：关总呢？他有些尴尬地挠挠头。关总说有个重要客户到，他去机场接机了，等忙完就来看你。哼，重要客户？我睁开眼盯着他，什么客户比老婆生孩子还重要？小助理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，我也懒得为难他，轻轻摆了摆手。直到产后第3天，关木深才姗姗来迟，捧着一大束花，满脸愧疚：老婆辛苦了。然后他看向婴儿床里的孩子，眼睛都亮了。哇，我儿子真像我啊，像你，还是像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。心里所有的情绪终于在那一刻决堤，我的眼泪啪嗒啪嗒落在被子上，把关木深吓了一跳。木深，这几天你去哪儿了？我一边哭一边抽噎。你知道吗？我在产房里待了10几个小时，差点死在手术台上。你曾经说我和孩子是你最重要的人，可是你在哪儿？我哭得梨花带雨，演技堪比影后，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从心底里愧疚。果然，本就虚弱的我哭得脸色发青。关木深慌了神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：周轩，我对不起你。我抬头擦掉泪水，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：别说对不起，你是我老公，是我孩子的爸爸，也是我最爱的人。这话说的连我自己都直犯恶心，但对关木深却是杀伤力极强。从那天起，他开始频繁来病房探望我和孩子，扮演着一个合格父亲的角色。而我呢，他每次来我就哭我有多不容易，哭我陪他创业打拼的辛酸，哭我多么爱他。因为我知道以他的性子很快就会听腻了，然后愈发怀念他的白月光，距离他主动提出离婚就更近了一步。而这些话就像是我对他的让他在提出离婚时带着愧疚给我更多补偿。当然，关木深不知道的是，他每次和赵青青见面我都一清二楚。自从知道赵青青的存在后，我便雇了私家侦探，他的每一次航班信息、落地时间我都了如指掌。终于在我连哭了40天后，关木深爆发了。他怒吼着：周轩，你烦不烦？天天都是这些话，你不腻我都听腻了。你看看整个医院，有哪个产妇像你这么胡搅蛮缠，简直跟个泼妇一样。泼妇！我强忍住心里的怒火，低声问：你想怎么样？他沉默片刻，终于一字一句地说：离婚吧，明天我就把协议拿来。说完，他大步走出了病房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早就决定要和他离婚了，因为他根本活不了多久了。思绪从回忆中抽离，我回味着赵青青刚刚那通电话的用意。明明有医生能处理，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？离婚半年多了，我和关木深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我化了个精致的妆容，精心打扮了一番，然后拨通了关木深小助理的电话。听说关总出车祸了，严重吗？在哪家医院？小助理对我的关心有些惊讶，顿了顿才回：在3院。您是要过去吗？赵小姐刚才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献血，我想着就当行个善积个德，毕竟夫妻一场，情分总归还是在的。对面听到我这话，像是松了口气。好的姐，关总在302病房，要不要我先帮您跟他说一声？不用。说完，我挂断电话。我倒要看看赵青青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推开病房门，房间里只有关木深一个人，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他脑袋缠着绷带，像个被封印的粽子，除此之外并没什么大碍。他正看着窗外，一副忧郁男主的模样，压根没注意到我进来了。我轻轻敲了敲门，他回头一看到我，瞬间瞪大了眼睛：周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温柔一笑：赵小姐给我打电话说你出车祸了，需要输血，所以我过来看看。他落寞的眼里闪过一丝光亮，但很快熄灭。谢谢关心，我没事。怎么没见赵小姐？应该是去交费了吧？哦，那你没事我就先走了。说完，我转身要走。你搬去哪了？我一直找不到你。他在背后喊。我回头微笑：找我做什么？他眼神闪躲，在对上我的视线时又迅速移开。我想看看孩子。我心里嗤笑，当初让他来看孩子只是为了拖延离婚的缓兵之计，他现在倒真想起来当爹了。我懒得回应，头也不回地出了病房。刚走出门，迎面就看到了赵青青。她不知道在门口站了多久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正面对上。她比照片上还要楚楚动人，五官精致，竟然和我有几分相似。哦不，
在关木生的眼里，应该是我像他吧。我对他毫无兴趣，正准备擦肩而过，他却轻声叫住我：“周萱姐，真的是你啊！”他柔柔弱弱的样子，仿佛一只无害的小白兔，瞬间让我明白了关木生为什么对他念念不忘。他见我不说话，又接着道：“我真的没想到你会来，谢谢你周萱姐，我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，刚才太慌乱了，才打电话给你，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我懒得陪他演戏，干脆利落，人没事就好，我先走了。”赵青青却快一步拦在我面前，眼神恳切：“姐，其实有件事想跟你说，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？”哼，我就知道他叫我来，肯定不只是为了献血。什么事？我笑着问。他扭捏了一下，终于开口：“木生离婚时不是把所有家产都给你了吗？他现在公司遇到点困难，你也知道，他拉不下脸跟你开口，但能不能看在轻易公司是你们共同努力的份上，帮帮他？”听他这话，我差点没笑出声。原来惦记的是我的家产啊！关木生当初觉得公司是会下金蛋的母鸡，所以只要了公司，把房子、车子、存款全留给了我。但他哪里懂，公司最缺的就是现金流，没钱运转，迟早要完蛋。现在公司经营困难，他自然养不起赵青青的高额消费，赵青青当然不会乐意。我看着他一脸委屈的模样，也学着他的语气温柔道：“你还知道公司是我和木生一起打下的，公司都留给你们了，还想要我怎么样？”赵青青见状，继续软声细语：“周萱姐，木生可是把房子、车子还有2、3千万存款都给了你，我们也不多要，给我们1000万就行，剩下的您自己留着和孩子生活。”他一脸理所当然的模样，让我对他的厚脸皮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笑着叹了口气：“哎，公司当初准备上市，估值可是几个亿呢，我拿的这点钱跟公司比起来算得了什么？”我顿了顿，似乎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听木生说过，公司是为了帮你完成演艺梦想才创立的，所以我一点都不想争，直接把经营了4年的轻易公司拱手让给了你们。听你这么说，是公司出了什么问题吗？”赵青青脸色微僵，低声道：“你也知道，公司经营到处都要钱，看在木生是你孩子爸爸的份上，你也应该帮帮他。”说完，他竟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：“这是卡号，你把钱打这张卡上就行。”我差点没拍手鼓掌。赵青青算盘打的是真响，卡号都准备好了，到底是给公司用，还是进他自己的小金库，他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看着他，叹了几口气：“哎，我是真的想帮你们，但太不巧了，我把钱全买了信托，现在手头上1分钱也拿不出来。”然后我一脸真诚地看着他：“不过，我现在手头上还有3、5万，你们要是急用，我可以借给你们，不用着急还。”赵青青的脸瞬间垮了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：“姐，你开玩笑吧？”我温柔地看着他，真不是我不帮忙，实在是无能为力。你让我献血，我立刻就来了，能帮的我还会不帮吗？见我油盐不进，赵青青脸色一变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冷笑道：“周萱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，不想给就直说，何必假惺惺？”果然沉不住气了，这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我低头从包里摸出一张名片，递给赵青青：“这个是融资机构，咱们公司刚成立时，他们给过投资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”赵青青的眼神闪了闪，接过名片，试探地问：“你真的愿意帮我们？”“当然了，你不恨我。”我笑了，语气轻松：“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关木生爱的是你，我放手，对我们3个都好，对吧？”说完，我顿了顿，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：“不过，我看关木生脸色不太对，最好给他安排个全身体检，系统的查查。”不等他回答，我转身走出医院，路过垃圾桶时，顺手把赵青青递给我的银行卡号扔了进去，然后掏出酒精湿巾，细致地擦了擦手。赵青青竟然问我恨不恨他，有必要吗？毕竟他的宝贝关木生恐怕是快撑不到大结局了。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在我妈和月嫂的悉心照料下，我终于可以抽出手重振我的事业。这期间，我时不时在以前带过的艺人小群里刷到他们的抱怨：“姐，轻易现在彻底烂了。”那个新来的赵青青，听说是国外学音乐剧的，根本不懂管理，但老板对他言听计从。公司项目经费紧张的离谱，我们上个综艺都得看人脸色。前阵子有家公司想注资，和赵青青谈了几轮，不知道怎么的，直接谈崩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凉了。我已经丢了2个代言，算算时间，这些艺人距离5年合约期满也没多久了。我半开玩笑的问：“要是我开家公司，你们跟不跟？”“跟，必须跟，姐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”我低头笑笑，这些孩子正值事业上升期，继续待在轻易，纯纯浪费青春。于是，我成立了一家新公司，取名轩逸传媒。几位艺人合约一到期，立刻宣布解约，集体在社交平台发文告别，瞬间冲上热搜。正当我在新办公室研究合约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我看了眼，心里清楚是谁。等到第3次铃声响起，我才慢悠悠地按下接听键。电话那头是赵青青咬牙切齿的声音：“周萱，你做事要不要这么绝？不帮我和木生也就算了，还挖我们墙角。”我挑眉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少装蒜。”他的音量拔高8度：“你介绍的那个狗屁融资机构是你请来的托儿吧？一上来就要公司原始股，当我是傻子吗？”他越说越气，话里已经带上了大规模的不可描述。现在好了，你直接把公司的艺人都挖走了，我真是不明白，木生当初怎么会看上你？我淡定的回击：“赵小姐，关木生没告诉你吧？这些艺人都是我一点点签过来，亲手培养的，他们的黄金期很短，不能耽误。”
据我所知，青艺的财务状况不太妙吧？电话那头的呼吸明显加重，他的分贝再次提升，还不是因为木生离婚，把所有钱都给了你？我笑了，那是因为他追求的是爱情啊，多么真挚又伟大的爱情，值得他抛弃妻子，放弃一切，这些都是他应得的。我们没什么好聊的，如果有，也轮不到跟你聊。说完，我果断挂断。几个月后，在一场影视立项大会上，我再度见到了关木生，赵青青挽着他，肚子微微隆起，韵味十足。他见到我，刚想抬手打招呼，就被赵青青一把拽住。我打量着关木生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微微发青，整个人就像是被掏空的稻草人。中场休息时，我在茶歇区拦住他，最近体检了吗？看起来不太对劲。他皱眉，你专门过来就为了说这个？公司的事别太操心了，身体更重要。他盯着我看了几秒，语气难得有些温和。你和孩子还好吗？你话还没说完，赵青青就踩着恨天高从背后杀到，冷笑道：就情未了吗？青青别乱说。关木生连忙拉住他，我和周轩早没联系了。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，像极了当初他对我说，我和青青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我扫了眼赵青青的肚子，笑着说，多关心关心你老公吧。他得意地挺起肚子，语气嘲讽，我的孩子至少能在完整家庭里长大，不像有的孩子只能出生在单亲家庭。他话音刚落，关木生拉了拉他的裙摆，行了，别说了。我望着眼前的二人，忽然觉得有些可怜，如果再不重视他的病情，恐怕你的孩子这辈子都见不到爸爸了。到底谁更可怜呢？其实半年前的那次公司体检，我和关木生是一起做的。当时他忙着一个项目，体检报告是我帮他取的，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肺部阴影，疑似肺癌，已是中期，需要进一步检查，尽快治疗。而他至今浑然不觉。看来赵青青是真的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关木生的电话关机，我挺着肚子，拎着体检报告满城乱窜，试图找到这个消失的男人。可惜私家侦探的效率比他靠谱，一张烛光晚餐的照片甩到了我面前，关木生笑得跟中了500万一样，而对面坐着的当然是赵青青。那种笑我从没在他脸上见过，4年感情终究抵不过一个白月光的影子。当晚我把他的体检报告和公司年报整整齐齐地摆在他的书桌上，还贴心地发了条短信，你的体检报告和年报在桌上。结果呢，从他搬走到天荒地老，那堆文件他连碰都没碰，毕竟他眼里只有赵青青。不过照这情况发展下去，再不治病，他大概活不过这个冬天了。日子如白驹过隙，轩逸传媒在我手里步入正轨。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和赵青青、关木生有交集，直到赵青青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。她看上去憔悴了些，但仍不忘精致，妥妥的贵妇范儿。见到我，她眼泪说来就来，周轩，关木生快死了，我的孩子要没有爸爸了。她哽咽着，演技堪比奥斯卡提名。你说我们怎么命这么苦啊？哼，不去演音乐剧真是埋没人才。她哭着哭着一屁股坐地上，我慢悠悠扶她到沙发。行了，今天来找我是想聊啥？赵青青吸了吸鼻子，满脸真挚。轩姐，木生可能没几个月了，我想着带他去瑞士疗养，他最喜欢那边的风光，至少走之前是开心的。他停顿了一下，语气温柔，之后轻易，我们可能就无暇顾及了，毕竟是你们共同的心血，我想托付给你。我眉头一挑，托付给我？你不回来了？以后都不会回来了。我眨眨眼，不回来了是什么意思？他从包里掏出几张装订好的 A4 纸，推到我面前，轩姐，你公司现在做得这么好，不如把轻易接手了吧，我让财务拟了个合同，成本价转给你，只是想要点去瑞士的生活费。我随手翻了翻，差点笑出声，5000万，就轻易现在的状况，500万都得掂量掂量，他敢开5000万。我抬头，嘴角微扬，5000万会不会多了点？赵青青见有戏，凑过来压低声音，轩姐，之前不是有公司估值轻易2-3个亿吗？5000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，稳赚不赔的。稳赚不赔？你真敢讲？轻易现在艺人全员透明，项目款欠了一屁股债，5000万买个负债大礼包，他是觉得我这几年在圈里白混了。他这套话术糊弄糊弄关木身形，想糊弄我。我站起身，懒得陪他演戏。赵小姐，很抱歉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赵青青咬咬牙，继续砍价，4000万呢？别说4000万，400万我也不会要。赵青青睁大双眼，仿佛见了鬼。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手经营的公司毁掉？公司和关木生不是都给你了吗？我微微一笑，赵小姐请回吧，否则我要叫保安了。赵青青终于崩溃了，破口大骂：周轩，你怎么这么不讲情义？从你手里吐点钱出来就这么难？你真是掉进钱眼里了。我挑眉，等他骂完，他继续嚷嚷：你够有心机的，把公司甩给关木生，自己拿钱跑路。离婚时把公司分给他，不是你的主意。我冷笑，赵青青火气更盛，是我的主意又怎样？怪就怪关木生蠢，他说公司值5个亿，我才要的，不然谁稀罕那破玩意儿？话音未落，一道熟悉的身影悄然站在他身后，关木生。他消瘦憔悴，静静地看着赵青青，目光呆滞。我轻哼一声，你们不是真爱吗？赵青青气得发抖，真爱个屁！要不是他忽悠我，公司能赚钱，我才不会要他
他就是个凤凰男。他身体一晃，险些摔倒，关木深伸手接住了他。赵青青猛然回头，脸色惨白：“木深，你怎么在这？”关木深声音低沉：“挺久了。”许久，他才缓缓开口：“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。”后来，关木深给我打过一通电话，他用的是公司的座机。我接起：“喂。”电话那头沉默许久，才传来他的声音：“周轩，是我。”我知道。又是一阵沉默。对不起。他说：“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”我语气平淡。关木深低叹：“赵青青打掉了孩子，回英国了，不会再烦你。”哦。我淡淡应了声：“还有事吗？”他声音沙哑，像是哭过：“周轩，我真的后悔了。”他说了很多，关于过去，关于他的悔恨。最后，他哽咽着问：“我还能不能在死前见你和孩子一面？”没必要了吧？如果没事，我要开会了。我挂断电话，心脏隐隐作痛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我们曾经有过美好，可在他心里，我只是替身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爱了。关木深死后，留下一封信和500万，信没打开，钱全捐了。我以他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公益基金，这已经是我能给他的最大体面了。